你喜欢伞兵吗？你看这个角色，你喜欢他吗？好看吧？对啊，我也喜欢伞兵，当时抽伞，而且他还会飞，是不是很强？抽这个角色的时候，因为是萌新嘛，然后干了好久，然后才把它抽出来。干了好久才抽的。对，你这武器带的很，你为什么选择带这把武器呢？是因为颜色紫色好看吗？我那时候没原始抽那个装备。怒看凡尘。你打个小宝，你居然打不过，这个伤害你怎么打？没叫你跟胡桃也刮。别说做委托了，你这已经是真理。胡桃野瓜很正常。你那胡桃我看了一眼就不想再看第二眼。给你配2个队吧，给你配2个队，但是只能给你配上1队角色。伞兵还有谁？胡桃吧，那就好胡桃，反正我知道了。也经常玩。哇，星海有了，星海这个我很喜欢。我没有。我朋友跟我说，你不养星海，真的，他能把我打死。星海确实挺好看的，而且作用也挺多的。哎，这是85级的伞兵，我才看到。好吧，你还有小提，这个角色都有，我好喜欢。我都没圣衣物都没装。你除了这个伞兵之外，再说一个吧。不说的话，咱们就养这个胡桃了呀。嗯。胡桃1队，伞兵1队，2队，好吧？嗯，好。绝对能让你咔咔乱杀。先养伞兵还是胡桃，你自己选。都行啊，你看吧，反正哪个好养一点，你哪一个先养。胡桃的话，还有钟离，哇，就当是散心了。2万生命，700攻击，精通400多，火伤，面板还行。我那个杯子，你看一下我那个杯子，火伤杯50几，好像是50，有50吗？这个杯子吗？对。什么50？火伤吗？没到50，反正差不多了。百分比是吧？对。你没有啊？你想不想抽个万叶啊？万叶啊，我没原石了。没原石没关系。上次都那什么了。还有机会。等这个你怎么不换？要不要换呀？换了抽卡。换了吧。换了也行。你再干一干，就能抽到万叶就抽，抽不到无所谓啊。我要不要帮你抽卡？我运气特别好。抽吧。看能不能抽到比较强力的角色。西风大剑1把，黑鹰枪，那就先给你养伞兵吧，感觉你挺喜欢它的，而且它可以飞，很舒服，对吧？大世界体验极佳。大世界 T0啊，好多宝箱都能找得到。那这个配对需要改动一下。我没有忽悠小萌新呀。来个班尼特，好。真的在救我吗？顶级配对2个，听我的，其他的都不要养，就这2队。你可以乱杀大世界，再无对手。OK， 我先给你稍微培养一下，但是我不可能全部给你培养，到时候辅助这些角色你要自己练一下。辅助我自己练吧。对，这个主 C 我可以给你讲一下，圣优也可以给你刷，天赋点几下，武器给你换一下，其他的要靠你自己。但是我会跟你讲怎么养的。武器你看一下，我该带啥呀？武器那必然带一把高贵的。没有高贵的。你咋？好吧，你真的自封原点吗？对吧？不，只要爆伤自掉的就行。那个叫啥？赌狗乐章叫啥东西来？流浪乐章啊，流浪乐章，可惜你没有。有，应该有，往下翻一翻吧。你怎么可能有？你往下翻也更没有了呀。那是四星的呀，你4星就这几个。那就没有，那我怎么办？那你这把招新用的也不爽啊，我感觉。
只能抽个4星了。 80级的伞兵，这个伤害有一点低啊，你觉得低不低啊？低呀，我看到人家的伤害都老高了。哎，你觉得我今天改造一下，能不能你一个重击能上1万伤害？你觉得有没有可能？全应该世界里应该有可能。没有可能，我自己都没有自信，不要盲目的自信啊。冻死了。可以稍微改造，能打过小跑，打过大世界的大部分关，就差不多了。所以你盲目的自信。 2500几百伤害，你85级的伞兵这个伤害毫无自知之明。因为它突破加暴击率，所以说你这暴击刚好比较低。这个甲级宝玉，3星的一个武器，不要小看它，虽然它是3星的武器，但是它加暴击率啊。你这样的话可以带爆伤头了，你暴击率35太低了。虽然我也不想让你带这个东西，又不好，对不对？舍弃无用之物，成就伞兵大道。我们选择带追忆4件套，刷这个圣遗物。天赋也可以刷一下，天赋只点这2个，大刀不用点了，还省材料。哎呀，啾啾好聪明啊，是不是很聪明？刚好天赋材料也省了。我去，我感觉我这个想法一发不可收拾。绝缘刷追忆，伞兵用4追忆，武器就带这个。天赋这样已经完成了。那接下来我们只要需要给它稍微动一下就行了。毕竟85级的伞兵还是很恐怖的，暴击30多没关系，突破加暴击，而且后面会给他换一把暴击的武器。法老山到时候你自己养啊。出发出发！扩兵加暴击，伤害还是这么点伤害，但是有点提升了，对吧？有点提升。我感觉我普攻都打不出那么多伤害之前。可不好欺负。但就提升一点点呀。重击能上7000多了。吃满增益，重击能上1万。后回也晚了。这盾太脆了，真的。鱼篮重击，高手接待。俯瞰凡尘10090，刚好破，只要暴击刚好破万，你看，不过如此。刚好到1万的伤害，吃满全部的增益，才这么点。这个下场，哼，我可不好欺负，敢惹我？但你这个法老山充能是很合格的，辅助也要养啊，比较重要。后回也晚了。222的充能，毕业充能。送你拿，高手接待。这个伤害还，也不高，毫无自知之明。而且你带的是4追忆啊，大刀也是可以用到的。带4追忆，完了上不去了。哎呀，这改造的有点小失败啊！我可不好欺负。必须要扩兵啊，不然你暴击率太低了。每次打架都要扩兵元素。武器先用这把，因为你要抽专武，先把天赋拉到10级，这个可以拉到9级。普攻可以给个皇冠，大刀也可以拉，优先普攻，其次这个，最后点大招。除此之外就没有除此之外了。武器先用这把吧。我说你怎么能用大刀？原来用的西风秘典。法鲁山的话需要等级和天赋，武器带这把武器就行了。天赋我自己弄吧，辅助我自己养吧。对，只点大刀就行了。这个猫猫的话无所谓，猫猫只要带4宗式，你猫猫随便带啊，然后堆生命就行了，全部堆生命。带这把武器，4命的猫猫，班尼特。也带4宗式。哎呀，你这辅助都没养啊，6级。我之前武器带那个叫什么来着？忘了。好，忘就忘，没事，不重要。这一队就先放这儿了。只要你养起来还是能打的，但是目前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提升啊。胡桃这队应该比那队更强，可以合成一下胡桃的圣遗物。胡桃大小宝一戳得有上万吧？
有。先玩胡桃吧。猫猫千言套，班尼特死宗室。安如磐石。哎，我点错了，一路走好。先点 E。暴击率太低，这暴击率也太低了呀！打架就用这一套，正常大世界你可以玩伞兵。哎呀，这看的我知道了，应该用这个投的，这样就差不多了。用暴击投，这暴击率55了。球球病了，二球球。这个是好东西，这个也还行。精通杀，你带的精通武器可以带生命杀呀，但它的双爆有30分，还有大生命。我看到爆伤双爆了，双爆不错，火山杯也是还可以，这个头不错，好没有问题了。但是可以给你合成用那些垃圾合成一下魔女，不一定能出好货，合成一下就下号了。好，生命。防御，生命这个还可以吧？如果能出暴击率，可以拉满用了。攻击，我去2个。充能，精通杀还行，这波赌一手双爆。好吧，最后一下他给了一个大攻击，能用，换一下。这样是5件套，5件套我们可以随便抛弃一个垃圾圣物，换好一点的。暴击率比较毛温迪的那个毛换了呗，羽毛换了一下，暴击率提升了一点点，爆伤提升的多，3万生命值，精通228。50杠175，火伤94是因为开翼了，现在没有94了。哎，怎么还有94？是这个效果了吧？102没有啊，94怎么会有94呢？试一下伤害吧，烧血2300，确实很低啊。武器这没升哈，升不了了。我前几天一直没打，别人帮我那个清体力的。周2、周5、周日可以打，今天打不了，今天周3了。哎呀，天赋点普攻最重要呀。其次才是一技能和大招啊，普攻大于元素战役大于大招啊，胡桃和伞兵都是1。命运倒映水中，知识成景，才天命既定。起4万，吃莫娜大招，还行。哎，这你打怪应该不痛苦了吧？只要把武器升一下，4、5万差不多，因为有莫娜增伤，他比别人多一个莫娜，伤害就高一点。众里打架前先放盾，一脚踩。命运的你看这触能就已经满了，大招一开，切胡桃，一戳，4万3、4万4，差不多4万4。还行，这打怪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。武器天赋只要1升，就已经毕业了。今天刚登上粉丝的号，我就感觉不对劲，这武器好像有点不对劲啊！什么呀？23级，深夜等级1，你是怎么有狼墨的呀？我靠，我都50级了，迪卢克皮肤都给他买了，就是没有狼墨，为什么你有？我不服！可恶，我给你融了吧，哈哈，
开玩笑，开玩笑。但是我不太能接受你这个狼墨给女仆用啊，这什么条件啊？哎，50级了，没有狼墨。上次歪出了一个天空之极，看一下他发的消息，萌新时期关注我的，然后大伟哥的时候抽了一个常驻，就出了狼的末路，然后让我帮忙打深渊，说他的账号可能很垃圾，不过请尽量帮帮我。好。今天帮你，视频的最后我会放那个对话，你们喜欢看的话就可以看一下，挺有意思的，我很感动。首先他的角色吧，这角色连个自抽号都不如，兄弟，你这个号，哎，他这个账号上没有原石了，看看能不能给他搞点原石。第2章怎么才完成到第2章啊？给他干到第6章吧，完成任务领取，然后直接就升到了第3章。第3章这期间的好多奖励也是可以直接领取的。接下来继续完成第3章。给他干完，还剩最后2个任务，一个是食品加工，另一个就是加工剩余物了。萌新前期你只要加工羽毛，无论是哪个羽毛，它都不会亏的。接下来第3章的话就已经完成了，我们现在就要去完成第4章了，因为他之前的好多任务是做了的，只有个别卡住的。也不知道屏幕前的萌新们，你们的这个见闻已经做到第几章了呀？他才第4章，把7天神将供奉到6级，这找神童的任务我死都不干，这是你自己找攻略慢慢查呗。然后我们看一下他的抽卡记录吧，兄弟们，看一下他这个狼墨怎么出来的，他不会抽常驻了吧？一共8亿，足足40抽，差不多，能搞个金的话还要差40抽呢。给他搞点原石呗，等级都升到40级了，虽然说没有突破，但是第1层你怎么没有拿满星啊？帮他补齐。第一间的话轻松满星，然后第2间给他补齐了，结果有点，我不是他的伤害有点刮痧呀。第2层的话我挑战也是2颗星，还是差1颗星。哎，挑战失败。看一下他的这个角色的面板，攻击力，女仆有狼墨，所以说攻击力500多，也不高啊。香菱的攻击力怎么只有200攻击啊？凯亚这么强的角色你都不培养，200多。萌新时期培养凯亚才是明智的选择呀。当然，如果你有更强力的角色的话，培养更强力的角色就行了。在你没有的情况下，你啥都没有。武器的话，给他换了一把西风剑，然后他还没有突破的材料，还要去打的话，感觉打不过，点击匹配吧。这个时候已经凌晨1点钟了，我不想麻烦大神团的成员啊，这么晚大家应该都睡了吧？然后就是匹配，结果进来一个同样是萌新大神呢，不是点击匹配就有大神的吗 ？OK， 2位大神终于进来了。领取完这个奖励，趁着大神没有走，赶紧让他们帮忙干任务，把那个体力给他清空一下。我甚至帮萌新问一下大佬能不能帮他找一下神童啊，大佬无情的拒绝了，说你找攻略慢慢查吧。那能不能打一下无相之水呢？大佬说可以。萌新如果前期没有能够回复治疗的角色，一定要培养芭芭拉。它不但能提高你整体队伍的续航问题，而且你能省下好多的恢复生命值的食物啊。接下来本来想和他一起去打无相之炎的，但是走了好半段，我发现大佬没有跟上，他总不可能迷路吧？后来我才发现，原来他拿个干羽是想在这儿宁兵渡海啊！你是怎么？你是怎么敢的呀？拿干羽宁兵渡海，我都50多级了，我都不敢这么做的呀！是不是他这样宁兵渡海过去会更快一点呢？难道是说2点之间直线最短，但是他是需要慢慢的宁兵渡海过去的？我们拿个凯亚去帮他吧，不然的话他一箭一箭射的，万一掉下，他不会掉下去了吧？诶？哎，什么情况？接着我们就只能慢慢的跟着他往前游，但是萌新的体力根本跟不上他呀，以至于他在这儿卡住了好像，然后我就死在他的面前，这一切都是因为你，哼！好好的路不走，非得装什么呢？然后我就复活之后，我们就慢慢的跑过去吧。在这期间的话，这桥上面是有一个宝箱的，顺便帮他给捡了吧。等我绕完一圈来到对面的时候，他还在这边卡着的。我当时不理解，我问他你怎么了？他让我拿凯亚帮他动一下。哎，你说好好的路你不走，你非得搞这一出，没办法，我们就帮他动一下。哼哼，笑死我了。等一下技能，他居然真的卡住了，没有体力调整，冻结吧。然后的话，他好像有点害羞，打完无阳之炎之后他就撤退了。但是他拿个干羽就打，我还没来得及换角色，你这以至于这个无相之炎他复活了3次，整3次，然后我刮痧，慢慢的把他给刮死，太痛苦了。打完这个无相之炎也就剩我自己了，然后顺便的话路上有一个宝箱，帮他捡了。说实话，我是真的不想帮他去搜集这些神童啊，我只能凭借我以前的记忆去找神童。至于查攻略，其实我不太喜欢查攻略啊，一边对着手机一边慢慢的找。不过他这些角色的伤害是真的刮痧，才几百伤害，把宝箱领了。
然后去下一个地方。这边从山崖慢慢的往上爬，爬上来的一瞬间还是挺美的。然后我们继续找神童，跳下来吃掉一个，落地之后往下飞，周围有一个传送锚点，他没有开，帮他开了。路上有一个宝箱领了，路上的材料的话能捡了，顺便帮他捡了。虽然目前不知道能不能用得到啊。然后这边的话，我突发奇想看一下他的狼墨怎么抽出来的呀？常驻池一共20抽就出了狼墨，你这怎么能出的呀？不应该呀！我50多级没有狼墨，狼墨不加防御实在不行，融了吧。开玩笑啊，但是我真的很想要。继续找神童，这边的树上的话有一个神童，然后这个丰隆废墟的这个最上面啊有一个神童，还有一个华丽的宝箱。站在丰隆废墟的上面的话，可以完成一个成就，然后往左下方这个锚点往这边飞啊，你就可以看到一个神童。接下来就是丰隆废墟的最底下，这边有一个小宝，独眼小宝啊，他还打我。在半空中的话，有一颗神童需要从这个地方往上跳下来就行了，不要爬太高。我爬太高还被他给打下来了，可恶，实在是可恶。没事，再来一次，我们不用管他，护盾一开，直接往下飞。拿完神童之后，我们直接传送走，不要理这个小宝就行了。在周围逛一圈，哎，这边发现了一个神童，然后的话，这边的话还是发现了一个神童，左右上下随便找找就行了。接下来供奉7天神像，直接升到6级。幸不辱命，还好这个比较简单啊。如果要是璃月的，我才不给你找神童呢。如果是到期的，我就更不可能给你找了。给钱也不错，把这些奖励领了，100个原石，一个武器的原胚，还不错。接下来第5章还要完成吗？领完奖励还有4个任务，先升级一下圣遗物以及武器吧。之前他的香菱带的黑鹰枪啊，和我萌新时期带的一模一样。带白鹰枪它不好吗？它不香吗？还增加暴击。接下来的话，然后就是需要挑战秘境了，因为的话需要升级材料嘛，结果匹配一群萌新啊，一个大佬都没有。这一关我刮了好久的，他的伤害是真的低，结果其他几个萌新他的伤害就更低了。打完材料，白鹰枪直接升到40级，现在伤害差不多支棱起来。还有3个任务，也就是说地脉之花，还有讨伐遗迹狩猎者，先把他的圣遗物之类的给他升级好，然后去挑战这个遗迹狩猎者。这边的话还可以挖掘一个宝箱，帮他领了。好在他的角色圣遗物以及武器都已经被我强化过了，以至于打这个怪还是很轻轻松松的，直接是单方面的屠杀了。领取一下奖励，现在的话还剩下最后一个挑战地脉之花。这个简单是比较简单，但是我不推荐萌新去打这个地脉之花呀。你看这奖励，1本紫色的书都不给，太抠了。你前面的话随便做的任务给的奖励也不止这点啊，你还是邀请大佬来你的世界打那种小 boss 吧。第6章的话，它这个等级是没办法做的，必须要突破世界等级才可以做啊，所以说目前做不了。接下来深渊挑战完成，下号。先帮他把这个深渊的第2层的星给补齐，幸不辱命，直接3星通关。接下来就是领原石了，100原石，第2层直接开。层第2件的话是1颗星，然后我调整一下心态以及手法。第3层第3件直接满星通过，然后的话可以给他领取一只香菱，之前他抽到的香菱啊，现在他的香菱已经是2命了，好像点亮命座之后，现在的香菱更强了。接下来就是领取原石奖励了，这一下领取了足足400原石。接下来的话挑战一下第4层，我想给他一个克莱，给他一个小惊喜。但是我知道他所有的角色都没有突破40级，想要挑战第4层第4间的话还是太难了。因为这里面的怪全部都是55级以上的，所以说第1层的话0颗星，第2层的话0颗星，到第3层的话就已经挑战失败了。怎么办？是哪一个环节的问题啊？我觉得可以挑战一下，毕竟有的大神是很强的。虽然说我也是一个小萌新，但是我真的想给他一个小惊喜啊！这位玩家他是一个学生啊，所以说我很想给他一份惊喜，而且他的那个池子已经40抽了，我想给他抽一个风神巴巴托斯。也不知道今天能不能成功啊！加油！这把武器给他金5，然后的话只能去开一些宝箱的，因为没有材料，圣遗物也没办法升到更高的等级。一想到开宝箱，我立马就想到了雪山，雪山的资源非常非常丰富，而且在雪山的山顶有4个传说宝箱，哎呸，是华丽宝箱，哎呸，是珍贵宝箱，哈哈，就是需要启动4个小珠子呀，1个、2个、
然后的话，第3个在这边，第4个的话需要打那个红色的石头，然后打一下那个绿色的兵，接着就把这个怪给打死。之前他的伤害很低，现在的话至少能打过这个怪了。打完之后4个珍贵宝箱，我来了。领完这4个宝箱之后，再强化一下圣遗物。可是即便如此，也只是让他的羽毛升到了10级啊，还是比较可惜了，又没有材料了。怎么办？调整一下心态，先把他的第3层第2间的那个1颗星给他补齐。在这期间呢，也是培养了一下芭芭拉，毕竟续航的方面的话还是很重要的。果然，幸不辱命，挑战2颗星没通过。学生党嘛，给他弄一份小惊喜，空月的祝福，给他送完下号。真的不太想搞了，因为这个号我已经搞的时间比较长了。而且还给他弄了这么多成就啊！不行啊，剑九不是一个这么容易轻言放弃的人，看来还没有到手。第4层第1间还是0颗星，明明什么都还没有做，我却这样轻而易举的离开，不行，我做不到。先把这个传说任务给做完，做完之后才能解锁那个能领原石的那个活动啊。那期间也是遇到了雷泽小伙伴，和他一起共进退打狼王。队伍已经给他配好了，圣遗物也给他配好了。其实雷泽不帮我们也能打过这个等级的狼王啊。毕竟才30级，任务完成，60个原石到手，接下来就终于是解锁这个活动了。这个活动我不打算帮他做的，让他自己慢慢做就行了。哎，第1个传说任务无意中给他做了，做完之后我想帮他打野猪，打完野猪之后，剩下的他自己慢慢做就行了。这个任务完成又是60个原石啊，接着去接这个猪的任务，抓野猪，这个比较简单，又耗不了多长时间。把这只大雪猪王给宰了，最后一个活动完成。打完这个完成任务之后，可以获得70个原石的奖励啊！号主如果看到这条视频的话，其他的任务没做，你要去做一下哦，可以获得好多原石的。还有一个就是捡风种子这个挑战任务啊，一共有好几关。这个的话，我打算先帮他过一下，我怕他过不去，因为之前有很多粉丝求助我说打不过，主要是最后这个秋秋王的话，他会回血，就比较麻烦，需要先宰那3只小的，最后把那个大的给杀死。最后来看一下他的深渊吧，深渊螺旋现在是第2层，只有2个星，把这个星星给他补齐了。靠风主狙怪龙卷风摧毁停车场，然后这关直接拿下了满星通过，终于给你补齐了100原石，拿来吧你。第4层直接开，这一次希望能给他通过，不求满星。看一下他的右下角，他是25开头的号啊，然后他没有克莱，我真的很想给他一只克莱的。这个等级挑战第4层还是太吃力了，第1层。非常的危险啊，然后拿到了1颗星，比上次已经很不错了。第2层的话也是拿到了2颗星，然后我就重整旗鼓，第3层认认真真的打，终于3星通过，不容易啊，终于过了。你们真的不知道我这一路上经历了什么呀。第5层的话有一个路径分叉，他这个等级以及阵容的话完全不够用了，他一共才9个角色，你一共9个，哎呀。我玩了多长时间？这个时候应该是凌晨4点了，你们应该都睡着了吧？帮他领完奖励，然后抽奖，抽完奖之后我也要睡觉了。这个深渊螺旋上面有一个神童啊，他没有捡，可以捡一下啊。第4层的话一共6颗星，然后是200原石。接下来给他抽奖吧，一共给他搞了2000原石啊，我真了不起。他的这个卡池已经是40抽了，直接10连抽。这是第50抽，50抽出个温迪，哎呀没有出啊，然后出了一个新的角色97人。直接点击跳过，后面的话还跟着一只坎蒂斯，看来运气还是不错的呀。但是下面的话只能用单抽了。第51、52、53、54发、55啊，54发，然后就没有原石了。最后领一只克莱，没有办法，好兄弟啊，目前的话我只能帮你到这里了，没有办法，他温迪不出，我能怎么办？不过你这几天把任务做了的话，领原石以及月卡的话也差不多呀，差不多能得到一个温迪，加油，祝你不歪。最后看完他的聊天记录的话，我是心里感觉是很开心的，一切都值了。这是我3个月前买的一个自筹号，但是我今天刚登上去，发现了不一样的事情啊！哎，咱也不知道是哪个倒霉蛋，然后把这个号又买了一遍。估计我买完之后抽完卡我就没玩了，然后商家那个不当人的商家他又把这个号给卖出去了。卖呢，然后一个小可爱买了这个号，还帮我练了2-3个月。我当时就一个迪卢克、朗莫，一个公子就没了啊，还有一个莫娜，当时有4个金。我还做了一期视频，跟妹妹买的自制号，后来我妹她也不玩，然后
这号我也没有玩啊，就是一直放仓库，我就没有第二次再登。直到前几天有一个主播啊，他要和我一起挑战林克深渊，还要买那个自筹号。我想我之前不是买过嘛，然后我就随便登了一个，结果这谁啊帮我练了2-3个月的号，还多了一个枭。然后这些角色的面板还是有一点的，虽然不多，有点练度，但是不多呀。不知道是哪个小可爱啊，能不能看到这期视频？UID 我当时登上以为自己登错号了，我纳闷了，我刚抽的角色隔了3个月我没玩啊，然后角色80级的朗姆以及圣遗物枭的专属圣遗物应该是刷的吧，咱也不懂。小月亮还有51个，其他的话也是比较一个穷的号，啥都没有啊。当时咋就忘了没改密码呀？改完密码之后，他是不是能登上去？但这个便宜啊，好像没法改啊，又不是双改的号，20多块钱。看一下抽卡记录吧，最近的一次是2月10号，也就是说1个月前。如果没有猜错的话，他可能是一个学生党。毕竟他迪卢克他干到了80级，枭不是我抽的，因为我抽的话还没有枭这个角色。上次出金的话是多少发？哦，大利亚11月27号。那么11月28号我出了一个视频，那个视频的标题叫做花29.9块给妹妹买自筹号咋样？这一点我记得是清清楚楚，所以说这个号到底算谁的呀？对不对？我先买的，虽然我没有玩，这次真的是一个比较倒霉的玩家。估计这位号主刚买到这个号，心里还很开心，哇，迪卢克、朗莫，还有公子，还有一个莫娜4个金，然后这是他枭宝的练度啊，圣遗物带的啥玩意儿？武器带的是70级的精3百英枪，龙吊瓶1星也有了，朗莫是我抽的呀。然后迪卢克的面板也是中规中矩一般，70级的迪卢克了。当时我弄这个号的话，抽完卡就放一边了，因为他这个就是痛苦号，这根本没法玩啊。不过这位号主也是真的执着，使劲的练。然后公子用的弹弓，精炼5级的弹弓，还有枭宝，看一下他这个练度咋样吧。感谢这位兄弟帮我练了3个月的账号啊，现在我回来了，哈哈哈哈。哎，我想想这件事，感觉好想笑。他密码也不知道改一下呀，所以目前这个账号他的状态处于我能登上去，号主也能登上去，我们俩一起玩。看一下这位我不知名的一个，也不是我粉丝啊，也不知道是谁，他这个看一下练度咋样啊？练度的话中规中矩。还有班尼特也是我抽到的，他班尼特甚至带的龙吊瓶1星。在此宣判，伤害一个大招4000，然后正常的话玩肯定是也可以玩了，毕竟他都高到了70级的角色，打是能打的，虽然说很差，伤害不高啊。枭爆的话一跳才3000多，基本上没啥暴击率。虽然你带的精3白银枪，但是除了加点暴击啊还行，毕竟这个号也没有充钱嘛，没氪金。如果你买个自筹号你氪金，你真的太傻了。哎呦，不错。打败了小宝，那证明这个号也没有想象的那么痛苦啊！玩的肯定能玩，大概率是一个学生党。那这个号该怎么处置呢？有兴趣的玩家可以翻一下我之前的视频啊，就是2月28号的一个自筹号的视频，那个视频热度还可以啊。这个号就给他吧，反正我要他也没有用。本来想就去弄自筹号去挑战深渊的，你这下子谁还买自筹号呀？对不对？或者的话，我也可以帮他练一练啊，把他的枭宝迪卢克给他练到了很强的水平，然后等他放学回来之后，哇，我的账号怎么突然90级了？或者把他的小月亮全给他不行，太邪恶了，我怎么有这种恶毒的想法？罪过。或者给他连突破2个世界等级，让他尝试一下人间地狱，让他体验一下蒙特都是高温地区的风险，这个还是可以的。不行，太坏了。关于林克挑战深渊的话，这个东西以后再讲吧。然后邀请了一个神秘嘉宾，你们可以猜一下是谁？让你们见识一下迪卢克真正的实力！蹦蹦劈斩，再层审判，要熄灭了吗？